快点呗！开那么快干嘛呀？这开快了，路边的风景都看不见了。不是，你才开30迈，大哥，你开这么慢，照你这开法，后面的车都会被咱们挡住的。后面怎么没车呀？你是不是走错路了？我就跟你说让你用导航呗。我宁西人，我怎么可能走错路啊？我认路。就是修了高速之后，这条路啊，没什么人走了。那你为什么不走高速？我怀旧行不行？怀旧。喂，哦，我是松花秀雅。哎，你们还好吗？怎么还没到宁西啊？哦，师爷走错路了。哦，那就好。哦，是这样，就是雅仔出发的时候看见你们的车胎没气儿了，然后他看你们一直没出现，估计就应该是真的，把我吓的。那现在你们先把车停好，把车胎、轮胎什么都检查一遍呗。哦，好，我知道了，谢谢。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怎么没信号了？不会有事吧？这应该没事。我放那车胎线跟那手机打不通没啥关系。最好没事儿，不然你就得被抓进去。那抓我干嘛？1到6个小时，到底是1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啊？喂，喂，能听到吗？什么情况啊？这拖车也没个谱，说这1到6个小时，这差距也太大了吧？还好我没在高速上加速跑吧，不然明天咱俩得上新闻。什么新闻啊？社会新闻啊，一对青年被陷害。谁陷害你啊？图啥呀？你不是有备胎吗？我原来是有，后来借给别人了，忘安上了。你怎么能没有备胎呢？那说明我专一啊！什么时候？哎，要不要在这儿给你烤点肉？万一我们刚把摊支上，这个拖车就来了怎么办？来了我就收回去呗。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着急过？我从来没有见你着急过。我着急也没用啊。你饿不饿？是饿了。那我拿东西去。哎，你扶我下来啊，师爷！
这样的生活可真美好啊！我也这么觉得。我发现你才是真正会享受生活的人啊！这种事儿要是放在别人身上，肯定觉得倒霉透了，估计一晚上就在那抱怨。你倒好，哎，转化了。这不叫转化，这叫放下。只有学会放下了，才能真正的开心。我也想过这样的生活。要不我们别去宁溪了，我带你去雁荡山露营吧。这又是哪出？你不是想过这样的生活吗？我可以带你过这样的生活，不难。那脱口秀怎么办？哎，我说你怎么开这么慢呢？你是不是不想回去啊？你才看出来？你这人也真是的，有的时候特别聪明，有的时候怎么这么钝？你不懂，钝感力是最大的智慧。所以你不想回去是怕碰到你爸妈？你这事儿没跟你爸妈说吗？知道，但是强烈反对。那也比我强啊！我这事儿我爸妈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家不是搬家了吗？你们家要是没搬家，你还敢回去吗？我今年这些事儿啊，辞职分手，不是一样也没跟他们说。我现在往家里打电话我都心虚。我在电话里也没有办法开口，觉得还是见面说比较好。但见面了，我又没勇气面对他。这些事儿压在心里是越压越难受，越拖越说不出口。还好他们搬走了。我小时候特别讨厌他们搬家，现在倒庆幸了。挺好的，虽然你没学会放下，但是你已经学会了转化。别夸我了。那在宁溪，要不你别上台了，我多说点。其实不用，主要是因为我爸我妈骗了很多人，说我在上海的大公司当总监。这次回去能不能遇见熟人，就看他们的命了。不会那么巧吧？宁溪那么小，被碰见是很大概率的。我是在想，我们回去会不会遇到老同学啊？那他们会不会认出来？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没认出来你。哎，我跟之前应该长得很不一样了吧？你怎么认出来我的呀？你听到我说话了吗？没有。又放下了。啊？我要是能有你一半的态度，我的人生能轻松10倍。手把手教过你啊，自己没学会，那能怪谁呢？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学会尊重你自己的内心。
换点衣服。这给你吧，逛街忍不住买的，回来穿上还是胖了，不适合我，送给你吧。谢谢你啊，哎，不客气。也谢谢你昨天打电话给我，不然出了大事都不知道呢。那你俩人没事吧？没事啊，不然怎么好好的在你面前？也对，要是有事儿也不会坐在我面前啊。真的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们。哎，这不应该的嘛。那你赶紧换衣服吧。好，好，谢谢啊。好。哎，多少钱啊？看你干的这事儿，不是人不没事吗？你干嘛还说我？那是让你记住，以后可千万别干这种事情。那我不是替你出头的吗？你还觉得自己有道理了是不是？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意气用事啊？幸好他们人没事儿，不然你就得去坐牢，你知不知道？我就气不过他那么说你。人家就是开个玩笑罢了，本来就是干这个的。啊，干这个的就能拿你开玩笑？他咋不拿他自己说事呢？他都不了解你情况。你没完了是吧？行，我都做，走吧，一会儿上台。本来就是你说。小兰，秀雅，我们还有1个小时的车程，老吕是不是又逼逼了？你帮我们顶一下啊！你再多说一小会儿我就到了，加油！对，放心吧。你怎么啦？有个段子，我在想怎么改一下。人家就说了嘛，人声音越来越大。我们都找他们说过了，根本不管用。这真没用，干点事情都干不好。
我自己去，你帮我拿把伞。啊，小兄弟，你搞什么东西啊？你声音可以小点声吗？啊？子豪，班长！哎呦我操！哎呀，太搞笑了，太搞笑！你咋在这儿呀？原来你结婚啊？不像吗？像。哎，不对哦，张老师跟我说你在上海忙大项目，没时间参加我婚礼。我那个，哦，我妈也在这儿呢。是啊，一会儿和黄老师就到了。哦，你没跟阿姨说，想给个小惊喜。太好了，太好了。哦，这就是你忙的项目是吧？全国搓碗大会。不是那个他这个东西。我明白，那就是回家乡考察。我代表家乡人民欢迎你。不是，真不是。哎，行，我现在过来。行，那我先过去。你一会儿忙完去我酒席喝2杯啊。哎，你得来啊，你不然我跟你急我。哎，这伞。哦，对，如果方便的话，一会儿咱们应该调去。哎，好。哎，师傅，这声音稍微调小点啊。谁啊？你认识啊？我老同学，就是原来那同桌。就是你转过来那时候，他被调到最后一排了，王子豪，你不记得了？哦，我好像想起来了。哎呀，可惜我待的时间太短了，好多人都不记得了。他婚礼啊，没想到一来这儿遇到熟人了。哎，那会不会有很多老同学参加啊？不仅有很多老同学参加，我妈也在那儿。你妈也在，真好奇张主任现在什么样了。哎，那你一会儿不去见见你妈呀？我看你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妈的学生今天结婚，我还是别去给她添堵。嗯。哎，对了，你那有现金吗？有啊，怎么了？借我点儿。怎么着，我也得给我妈这谎言留条生路。酒席不能去，老同学的红包我还是得包的。钱在车上呢，我演完去拿，我也得包一个红包。你包什么呀？也是我老同学，我当然得包了。巡演的过程当中呢，也遇到非常多有趣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要上台的歌手姑娘松花，她身材比较胖，在后台一边看减肥视频一边吃薯片，非常具有摇滚的反叛精神。我就看，但我就是不听。教练在他面前就像一个自娱自乐的小丑。我跟他说：“松花，你要减肥，你得运动啊。”他说：“我运动啊，你不知道，唱歌很减肥的。”我说：“是，唱歌的时候就没嘴吃东西。”他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说：“你是理想很骨感，现实很丰满。”他叹了一口气，继续吃。衣服上的扣子是越来越紧，就像一个暗器，随时会发射出去。我们说脱口秀的经常会拿身边的人开玩笑，就像我刚才那段，我只是为了好玩啊。但是呢，这玩笑好像有点过了。我在这里向松花道歉。没事。我虽然身材上赢了，但是我精神上输了。我的精神比我的身材还要贫瘠。松花虽然身材不好，但心地特别善良。我这条裙子就是他送给我的，谢谢你。虽然有点肥，开玩笑的。那我也在这里送你一个礼物，这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东西。超神拖把拥有12项专利技术，拖把头有10万根超细纤维材料，大小污渍轻松去除，360度旋转拖把头，全方位倾斜，加深各处死角。再看拖杆，超轻钛钢伸缩杆随意伸缩，天花板墙角随意紧贴。我用说这段的广告费请他吃饭。谢谢大家，我是秀雅。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张老师。
哎呀，你看这日子过得真快啊！一眨眼的功夫，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可不是吗？我们都老了。哎呦，张老师，您这么说谦虚了。您看您现在还是那么年轻，哎，有没有什么保养秘诀跟我们分享分享？尤其得跟他分享一下。他的秘诀我可知道。哦，家庭幸福呗。什么秘诀？她老公啊是又能干又疼人，她儿子呢也是又上进又孝顺。哎，你说这人比人得气死个人啊！也没有那么好，你就别捧我了。哎，张老师啊，这个王子豪是石野的同班同学吧？对。哎，你们家石野没来？嗨，他忙，成天在上海忙项目，回不来。年轻人忙点是好事啊。对。哎，你们石爷啊，从小看着就有大出息。哪里？不过啊，个人问题也得抓紧的呀。对，成天就知道忙事业，我说什么他也不听。这孩子呀，管不了了。哎，那我们先进去吧，张老师。张老师，对，我们先进去啊。这样，你们先进去。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重要电话，我得先回了。那行，那您先忙，我们先进去啊。好，没关系啊。好，早点进来啊。拜拜。我心想我手还疼，谢谢大家。你跟我过来一下。你在这儿干什么？说脱口秀啊？你就是故意的！你明知道我跟大家说你在广告公司工作，你就是故意回来扰乱我的生活。妈，你想多了。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我的工作是脱口秀，而且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演出。什么叫破坏你的生活呀？你不觉得你这逻辑有点奇怪吗？你还有理了？你还笑？有什么可笑的？简直是无可救药。你在上海干什么呢？我管不了你，你不许在这说什么脱口秀。你的同学王子豪就在对面举行婚礼，我的同事、你的老师、我的学生、你的同学都在这儿呢，你想让他们都看见吗？你也不许去婚礼。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张老师，你是？我是吴秀雅。怪不得你好端端的你去搞那些不正经的东西，原来还是因为他，啊，这个不三不四的惹祸精。妈，你说我你就说我，你扯别人干嘛呀？对他，我再说难听都不过分。要不是因为他，你早就参加那个考试了，你早就保送清华北大了。张老师，你别叫我老师啊！当年呢，我没本事教你，现在我更没有资格教育你。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儿，别再缠着我儿子。我没有缠着石野，而且当年的事儿我也是受害者。你还不好好的反思一下你自己，啊？你看看他，你把他都影响成什么样子了？哎，你就没有一点点愧疚吗？不是妈，我成什么样了？你能不能不在这胡说八道了？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你还知道要面子？我的里子都被你丢光了。吴秀雅，你就当我求求你，求求你高抬贵手，别在我儿子面前晃悠了好吗？你自己干什么我管不着你，你别再拖他下水了。阿姨，石野在过石野的生活，我在过我的生活。石野选择什么样的未来，既跟我没有关系，也不是我能影响得了的。而且每个人的幸福都跟别人没关系。喂，啊，黄老师，要开始了啊！好，我就过去。就在门口呢。啊，好嘞。
你就听他的啊？你就不听听你妈妈的吗？妈，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不是我听谁的，我不想让任何人控制我的人生，即便这个人是我的母亲。那你走，别再出现在我面前。此刻的石野觉得异常的讽刺，他原本想给母亲留个面子，可是即便他都没有主动去招惹母亲，母亲已经在心底给他判了死刑。就像秀雅什么都没做，母亲却不依不饶地伤害他。这次他不想再躲了，他要反击。对不起，让你尴尬了。没有，不尴尬。我刚刚说完那段话，我就后悔了。我还是希望你和你妈妈能够和解，不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没什么后悔。从我辞职那会儿，我跟我妈就没有办法和解了。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他活在他自己编织的美梦里，而且骗别人骗时间长，把自己也骗了。那怎么办？要不要跟我去捣个蛋？啊？去参加王子豪的婚礼？你疯了吧？你看过电视上那些鉴宝节目吗？如果真的是一件赝品，那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击碎。只要声音够大，装睡的人就不得不信。可是他能接受得了吗？早晚都得接受。长痛不如短痛。哎，各位同学们，穆老师来了！来，大家一起敬穆老师一杯。是啊，依旧年轻的啊。依旧年轻啊！好。你紧张吗？我不紧张，你紧张吗？我不紧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啊！我不退出。这俩人太不够意思了，咱俩紧赶慢赶过来，吃席竟然不带咱俩。你懂什么？秀雅都跟我说了，那是鸿门宴啊。什么意思？又去砸场子？新娘是石野的初恋，你能不能不想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倒是给我科普科普，他俩到底要干嘛呀？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也想吃席。来，那儿呢？你是非让我不痛快吗？哇，我们很快就走了，赶紧走！哎呀，这怎么了？哎，石野，哎，别，收，不，没有，都不收，都不收。小意思，哎，收下吧。怎么站在这啊？赶紧找地方坐啊！啊，我们母子好久没见了，我们说几句话。不，介绍一下，这 Beautiful 小姐是王子豪，我是吴秀雅，高二上学期的转校生，你还记得吗？吴秀雅，别提醒我了，红裙子那个，天哪，你俩到底还是在一起了哈？哎，没有，我知道了，张老师，这得好好夸夸我们石野啊，太有心了，这特地大老远回来给我们个惊喜。同学们呢？就在那坐，我带你们去。我跟你说，你们两个一起来，绝对是个大惊喜啊！把我风头都得抢没。穆老师，你看谁来了？同学们，哎呀，穆老师，石野，对，你小子，穆老师。吴秀雅，哎，你俩这是？啊，我们俩是一块回来工作的。哦，秀雅也在广告行业。
没有，我之前在企业内宣，我现在说脱口秀。脱口秀？嗯，我在美国看过，就是有点像相声那种，是一种表演，对吧？现在做演员了。穆老师，您还知道脱口秀呢？知道一点皮毛。哎，咱们坐这儿聊，好吧？哎，坐，往那边串一下，往那边串一下。太开心了，太开心了！来，哥，我先考你一下，这位是啥？3、2、1，名字。哎呦，这张扬，现在是张大老板。哎，李小华，哎呦，又喊错了。小华，我现在得叫他小华哥，人家现在是电力局李科长。科长好，科长。韩倩，皮肤科韩大夫。方路还记得吧？记得。秀雅，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对啊，一晃都10年了。你怎么一点都没变？除了这头发长长点你也没啥变化。我来晚了。哎，恭喜！你怎么才来啊？不认识了？石野，吴秀雅。哦，嗨，我眼瞎了，不好意思，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怎么这么晚才来？不是让我把乐乐送回家去吗？那也用不着这么久。去了店里看看。哎，我不用。他们俩结婚2年啊，咱们乐乐快1岁了哈。啊，快1周岁了。我彪哥虽然是房产中介，我那新房他一手操办，特靠谱。没有，子豪是我大客户。你才是我大哥。我就是一个小店长。石野，你要是回来想买房，你联系我啊，我给你安排个最好的。我们石野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还回我们这小地方干嘛？是吧？哎，就是啊，上海广告公司的总监，估计得整天忙着满世界跑吧，哪有时间回来啊？哎，现在连张老师啊，见他都得微信聊天呢。这是我妈跟你说的吧？对呀，张老师啊，总说你太忙了，他还说啊，之后还要去上海照顾你呢。那不像我妈，我让他来照顾一下我孩子，他还不乐意呢。哎，不是师爷。你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一回来就俩一起，这啥情况？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好事了啊？哎，不是我们俩是一块儿来工作的。秀雅也是回来工作啊？对，我也是。你们俩同事？算是吧。哎呀，咱们都不是小时候了。坦白说吧，你们俩啥时候在一块儿的？真没有。哎呀，别蒙我们了。你啥工作呀？你这国际总监回我们这小地方搞合作？哎，其实我不是什么国际总监，我那个广告公司那工作早就辞职了，我现在就是一个说脱口秀的。脱口秀？正好来这宁熙演出。什么秀？什么脱口秀？说什么脱口秀？你这新事物一点都不了解。脱口秀 ，talk show。talk show。talk show。我上台给你们讲一段，你们就明白了。哎，来，你来干嘛？上台帮你啊。俩人怎么说啊？瞎说呗。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石野。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吴秀雅。我觉得在座的各位肯定有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但是没有关系，大家肯定都认识我妈妈。我妈妈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张老师。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我是高2那年转学过来的，是我拆散了石野和子豪。哎，什么叫拆散呢？原来你们俩不是一对儿吗？我转学过来，把子豪从你身边挤走了。那不叫一对儿，那叫同桌。哦，之前是同桌，后来成了一对。哎，你可别乱说啊！今天可是子豪的婚礼。本来呢，我们俩刚才在外头演出呢，然后子豪嫌我们俩太吵了，所以我们俩心想，干脆直接过来。听着像砸场子的。然后呢，我的同学呢也不知道什么是脱口秀，我就想上来给他们讲一段，就当随礼了。别把白吃白喝说的这么潇洒，这叫资源置换啊！你一个广告公司的总监，这都不懂啊？我要是没辞职啊，现在应该能当上总监了。自信一点，能当个总裁。我刚辞职那会儿啊，确实没什么经济收入啊，但是还是有一些赚钱的小绝活的，比如卖血。什么呀？给人代写文案，然后代写情书什么的。情书上都带着血。血书啊，那不还是卖血吗？没关系，男人流血不流泪。哎，可别听他瞎说啊！我呢就是给企业写策划案，然后代写一些文案什么的。我跟秀雅认识那会儿啊，就是她男朋友让我帮忙代写文案才认识的。那时候我不仅有工作，还有男朋友。你跟你男朋友分手，我是最难受的。为什么？你想想，你跟你男朋友一分手，我这活就黄了。
我真怀念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你男朋友不仅养活你，也养我。原来你还是个吃别人家软饭的小白脸。哎，可别这么说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脱口秀啊，可是一个非常正经的职业，它除了不签合同、没有五险一金、不交社保以外，跟其他职业完全没有区别。听上去就不正经。所以我妈不同意啊。你妈也是为你好。对啊，你像我一年四处在外漂泊，也没什么收入，没什么正经工作，然后也不给我妈妈长脸，对吧？我妈不同意。但是不管怎么说，哎，我还是要跟我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也挺好的。是啊，虽然我们四处漂泊，但是我们内心富足，物质贫瘠，精神饱满，营养不良。哎，说的怎么跟文青似的？其实不是。我跟大家这么说吧。我在上海，有房有车。啊，我有个房车。不过他那个房车是真的好，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就是隔断上长了4个轮子。他说的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听起来不像假的。他俩怎么这么惨？那日子过得还不如在宁西呢。你说当年幸亏师爷不喜欢你，要不然站台上的可就是你了。他要是跟我在一块儿，今天站在台上的绝对不会是他。哎，现在大家多多少少对我有一些了解了吧？之前那些啊都是误解，把你误会得太完美。那没有办法，人和人之间就是在互相误会中相互了解，互相发现真相。祝新郎新娘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包容，互相陪伴一生。也祝他们早生贵子，祝他们的孩子比我俩听话。谢谢。你这么做真的值得吗？至少他不用再撒谎，对他来说算是用解脱了。师爷，咱喝一个呗。我敬你俩，刚才演出挺精彩的。谢谢谢谢。我一直想跟你说以前的事儿，是我不对，对不起。没事儿，你把我胳膊打断的事儿我早忘了。包袱没小，开玩笑的，开玩笑。反正不管怎么说，我真的是很正式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想到你们确实过得挺惨的。这样，我干了，你们随意吧。你这个挺响啊。来抱一个呗。干了啊！可以啊你。哎，你俩这脱口秀说的也可以啊。谢谢谢谢。来，慢点，小心脱。好，慢。哎，好。那个，我先去收拾东西了。哎，好嘞，谢谢你。没事。谢谢。这呀，哎，松花，师爷怎么了？哦，他老同学婚宴喝多了。哦，那是得喝。我都2个月没喝酒了，你渴吗？有点儿。来，谢谢。客气。刚刚在台上又开你玩笑了，别往心里去啊。嗨，没事儿，人胖还不让人说啊。我这是因为生了孩子，之后就回不来了。但是有一点我要澄清啊，我以前身材很好的，真的，你看。还可以吗？太可以了。可以哦，我从7岁就开始学唱歌了，
就梦想有一天能够站在大礼堂的舞台上，穿漂亮裙子。从学唱歌那天起，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一辈子都在控制饮食。本来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歌唱家，结果现在离梦想的差距有点大。我小时候也梦想着长大当一个篮球运动员呢。那你是在做梦？没。哎呀，咱们普通人有几个真的实现理想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出来演出了。啊，孩子大了，现在要安定下来了，打算回老家开个服装店。对不起，毁掉了你最后一次演出的回忆。怎么又道歉啊？刚才不是道过了吗？而且你刚才在台上说的很好啊，真的很好笑。能看我一直在笑吗？真的吗？对啊，很好笑。你性格可真好。我本来就这样，心里不藏事儿。但是我真的，我觉得你能火。万一你以后红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吹一吹我们这趟的演出经历，是不是？可以吗？当然可以。那就借你吉言，干杯！我走了，快点！去上海走了，对，几位，我们要上几位再见了啊！咱们以后再合作。哎呀，实在是时间有点长，不然咱们应该合作以后。走了，老李。啊，再见，拜拜。不是这感情怎么就这么好了？一起巡演的感情，能一样吗？走吧，走吧，走吧。回家了。你的家不是正在路上跑着呢吗？妈呀！没事。你干嘛？我看你们家楼道太黑了，我送你上去吧。不用了吧。小兰，你干嘛呢？不回家呀？我看你俩挺默契的，有点懵。你懵什么呀？你又没喝酒。哎，师爷，你不会酒还没醒呢吧？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去再回来？不是秀雅，这都快过去36个小时了，他要再不醒酒，这代谢得多差呀！你赶紧上车吧啊！再难舍难分的，就好像真没醒酒了。谁难舍难分？那肯定不是你啊！走了。嘿。秀雅。哦，手机。谢谢。我先上去啊。好。喂。到家了吗？我刚到楼下，要不等我回家再说。拜拜。拜拜。
天呢，我们在一个小商品市场里讲段子，无论我们怎么讲，不对，是无论我们怎么喊都没人听，现场效果巨差。但是呢，偶尔还是有几个人为我们驻足，不光驻足，还拍了视频。我就耐心的跟停下来的观众说：“我说，哎，你们真有意思，早知道段子都是原创。哎呀，我也去不了啊。我们这个原创性，没事儿，以后总有机会的。然后也麻烦把刚才拍的视频给删掉。”那大哥说：“小伙子，你说晚了，我这都发到我们家族大群去了，都有人回复了。”哎，小兰，我说小兰，好吧，你说我们能自己搞巡演吗？那个群里都回复了。那得找到愿意花钱赞助的品牌。没意思的，这一听就没戏。谢谢大家，谁愿意给你赞助？是吧？对吧？师爷怎么了？前天喝多了，据可靠消息，大勇说昨天他回来又喝多了。哎，你喝点水，朋友。还不错。小兰，给我一杯烈酒。哟，你怎么了？终于回来了。哦，我有话跟你说，我们出去一下。稍等，我要给你一个惊喜。秀雅慌了。秀雅对惊喜这个词有着并不愉悦的经验，毕竟上一次说要给她一个惊喜的是郑厚的求婚。有请我们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的脱口秀演员，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商界的大佬，投资界的巨鳄，有请徐云峰。我花了一些时间研究了一套规律。大概跟我学吉他和学围棋应该是一回事，我让你试试，期待你的掌声。徐云峰啊，有钱人啊，上过福布斯啊。哎呦，听说啊，好像他还有搞什么风险投资啊。大家晚上好。看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我公司的全称叫什么吗？Attendant Financial Capital， 还不如腾风好记呢，对不对？事实上，这头开的可不好。我并不喜欢被贴上腾风总裁的标签，那只是我诸多身份当中之一。我更希望你们称呼我为理论性实验者。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脱口秀啊，我发现脱口秀是有它内在规律的，所以我用了一点时间做了一个段子生成器。对，你们知道什么是段子生成器吗？没关系，听我慢慢说。他说话太像我大学老师了，因为我发现最讨厌被教育。脱口秀和物理，他这说的好像那烂了的樱桃，它没有梗了。你们只需要记住一个关键词，叫预期违背就可以了。举个例子啊，我刚刚接手我们公司的时候，是公司特别艰难的时刻。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个大股东啊，
哇，那真的跟送瘟神一样。他把这个烂摊子扣在我头上，扭脸他就跑没影了。于是，在我苦心经营之下，不到1年，公司就彻底破产了。你们一定认为我会说，在我苦心经营之下，公司扭亏为盈，越来越好，对吗？但我没有这么说，这就叫预期违背。当然，公司并没有破产，要不然今天我也不会站在这里了。在我的苦心经营下，公司真的扭亏为盈，越来越好了。所以，那个倒霉催的大股东啊，现在一定比 Ronald Wayne 还要后悔。你们是不是不知道 Ronald Wayne 是谁啊？你们不看？OK。Ronald Wayne 啊，是苹果的创始人之一。他在苹果创始的初期啊，用$800卖掉了自己在苹果10%的股份。我这还不搞笑吗？10%啊，放到今天换算那是$600亿啊！大哥800给卖了。当时我要在场的话，我给他1000，我还跟他说你不用找了。哦不，我跟他说 keep the change， 因为大哥听不懂中文。嘿嘿，好。他好像忘词儿了。此时秀雅如坐针毡，简直比自己冷场还尴尬。如果刚才说出了分手的话，也许现在可以不必坐在这继续忍受。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稍等。他在干嘛？他在发微信吗？他掏手机？他应该是在拿他的 APP 现场生成段子啊？啥 ？What？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有钱人的生活好吗？OK。我汗都出来了。大家是不是非常好奇有钱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幻想一下啊，有钱人一定是锦衣玉食、呼风唤雨、开豪车、住豪宅。豪车豪宅我是有的，但是我没有它的使用权呀。什么意思？我的车，我司机在开，天天都是他开，我甚至没有驾照。我的别墅，我家保姆在住，我天天开会到处飞，我一年住不了几回。所以，有钱人的生活到底什么样的呀？我今晚回去要问问他们俩。小张、老李，你们有钱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呀？还有啊，有钱人的社交生活更是一种煎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断的被邀请参加各种的高级宴会啊，充斥着虚伪的笑脸和空洞的寒暄，简直就令人作呕。而且我们每天奔波于世界各地的会议，繁忙的日程和工作让我们无暇顾及生活中的细节。比如说呢，和家人温馨的晚餐；比如说陪伴子女成长的时光。哦，对，我还没有子女哈。所以呢，这些普通人触手可得的东西，其实才是真正的财富。所以在某些角度上来说，你们是相对的有钱人，而我是绝对的有钱人。所以啊，朋友们，有钱人的生活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有人说我们这种人根本就没有体会过人间的疾苦，错了啊！我是吃过苦的，而且我经常吃苦，那种感觉很苦很难忘。就像去年我在巴拿马品尝的当季最顶级的咖啡，它太苦了，太让我难忘了。我的妈呀！我这说3年，我没见过这么尬的。好热呀，听懂吗？大哥，你要是没有梗，不是硬讲，别勉强自己了。你们可能没有听懂我的那些梗，因为确实它会涉及到一些有钱人他才能听懂。行了，我们知道你有钱，能不能讲你的段子呀？
大勇哥，咱们要救一下场，把电闸拉了吧。我同意。别生气，别生气。我觉得我可能高估了今晚观众们的欣赏水平。我的这些东西确实需要一定的欣赏门槛。其实我就想做一些跟国内普通的脱口秀演员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可惜我根本听不懂。下去吧。哎呦喂，嘿嘿嘿！各位观众，那个我给大家说两句啊，安慰安慰人家。我们什么时候？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lign. Sign me up and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are trying to feel alive. So honey, if you need to cry, just com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I wanna hear about everything you're ever thinking. You know that I can take the truth. Call me out if you think I'm ever slipping. Maybe I can turn it around. Oh yeah. Baby, if you want us, you know time is on our side. If things are gonna haunt us, we'll just have to put aside. And I'm right here if you just need to cry. Come lov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Been some time since you fixed me. I'll never forget